蛋蛋，我分手了，因为你卖的奶皮子。我把链接发给男朋友让他买，他就生气了。他说我跟你说过我不喜欢这样。就这样，晚上他一直没有联系我，我给他台阶下，我说我想他了。他说你先想好恋爱的诉求再说想我。我一听，这是要发作一个大的了。他发了3段话，我看了一个都不想回，就问他你是想分手还是想解决问题？假如他说想解决问题，那么他就默认不想分手，那么我们还有的谈。他回答能解决就解决，解决不了就分。这话一说就是做好分的准备了。后面我就态度消极不配合，他说你可以做自己了，然后一个再见的表情包，我看着就烦，直接给他删了，一句话也没回。蛋蛋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的小卖部，都是因为奶皮子。所以必须给你投个稿，你必须念，请你尽情的评价吧。你和姐妹们讨论起来，会让我觉得这是一出喜剧，就没有那么伤心了。你给他同事啊，给孩子送一份奶皮子，不就个破奶皮子吗？这男的啊，快拉倒吧，伤什么心呢？啊，我送你啊，不用他买啊，神经病吗？啥玩意儿？不就个破奶皮子吗？是吧？你说要是个特别贵的东西，咱们讨论讨论。奶皮子多少钱啊？但我不喜欢这样，喜欢哪样？爱咋样咋样吧你啊，该干啥干啥，送你一份啊，惊了啊，不喜欢这样哪样？什么？他乳糖不耐受吗？他是乳糖不耐受是吗？不喜欢你吃牛奶，他只能看着多。不喜欢哪样？我不懂啊，不就个破奶皮子吗？我震惊了，他奶皮子过敏吗？他咋了？他不喜欢哪样？不喜欢别人快乐，不喜欢别人吃好吃的，神经病啊！我讲可能还讲不对呢，别瞎讲了。这女孩真行！我说送她奶皮子，我那个李毅给我发来说还有后续，说他找我求复合，我还要答应吗？请姐妹们解答。你要答应的话，你就把奶皮子给我退回来啊！把奶皮子先送给你。你要是答应了，你俩要和好的话，你把奶皮子还给我。没和好你就吃啊，没事我没什么意见，都行。你爱复合也可以，随便啊，是你的自由，都行啊。这小两口跑我这骗奶皮子来，这小两口。哎呦我的天！哎呀，这你俩分回手，我搭个奶皮子进去，我招谁惹谁？想起了很多我年轻时候的往事。年轻时候不懂事儿，小时候还不懂呢。小时候人这个一分手，小时候傻，跟着骂。我早就看他不行了，你俩过2天人俩和好了，哎，说再也不要理你了，说你那个朋友以后别理他了。长大了才知道，就是不参与了。我身边的朋友，这个说分手，我都好可以都行，再也不参与了。小时候不懂事儿，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是吧？小时候不懂事儿，稀里糊涂还跟着骂呢，就是人家骂你也还旁边，我还挺高兴，还跟着骂，说哎你才看出来，我早看他不行了，跟着骂。过2天人俩和好了，就我一个人是坏人，再也不干这事了。没想到是吧？防住了我的朋友，没有防住这个小卖部的观众啊，真行啊！而且嘎嘎刚说了一堆不好听的话，给我来了一个求复合，复合吧你啊，跟我没关系，随便，奶皮子就当我那什么吧。算我倒霉啊！算我倒霉，送你个奶皮子，没事，倒霉成本也不高，算我倒霉啊！感谢你们啊！没事想讲，我就是想让李诞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然后下一封就是，哎，本来说没有事的，现在碰上事了，希望我唯爱的公众人物给点建议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真荣幸！刘德华不喜欢吗？梁朝伟不喜欢吗？啊，在刘德华、梁朝伟和我这3个人之间，只选择了我吗？谢谢你啊，在我将近30年的成长岁月里，好像什么对我来说都不算事儿。一直觉得自己算得上幸运，凡事我都能摆平。最近有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追求我，我也同意了。但是很不幸，我患有免疫性疾病银屑病，俗称牛皮癣，不传染，但自己很受罪。不自卑，但很怕给别人带来麻烦。今天是在一起的第2天，他每次对我表达爱意，我都觉得很难过。我决定一会儿告诉他，但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告诉他。无论什么结果，我都能接得住。其实我也知道应该告诉他，并且怎么说。我就是想李诞给我点力量。最后祝大家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啊！我给你点力量，你就说啊，我怎么给你力量？力量接住了吗？好像不需要语言是吧？只需要力量是吧？力量，重新出发的力量，接到了吗？朋友，这位姐妹。接住了吗？就给你点力量就行了吧，是吧？好吧，可以吧？能治啊，还是可以去治治。你跟他说，你就直接跟他说，说哥们儿，咱们已经在一起第2天了，有一个事儿不得不跟你说一下了。你认识什么靠谱的医生吗？他说怎么了？什么医生？你怎么了？你说我呀，嗨，得了一个小小的绝症啊！什么绝症？什么绝症？你别害怕啊，马上就告诉你，别害怕，哥们儿，挺住啊！实在不行叼根烟。挺住啊，兄弟！绝症啊，但是不传染，你先别害怕，不传染，但是确实治不好。
你到底有没有认不认识靠谱？你快说吧，急死了，到底什么呀？还有那个祖传牛皮癣啊，专治老中医那种，怎么办？能不能给我治好？大哥一听说，嗨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什么呢？不就点牛皮癣，一起面对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没啥事儿。你跟他讲的时候，先说点那个严重的，往那个严重上说。最后他一听，他还得安慰你呢，说啊，不就有点牛皮癣吗？牛肉干啊，道具，吸烟有害健康。我用的是这个超干条的道具，表达一种心情，扮演一个角色。吸烟有害健康，好吧，没啥事儿啊，姐们儿，没啥事儿，就牛皮癣嘛。这有啥的？孜然味的沐浴液嘛。每次有这种评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该读信了。这个调皮的朋友们一上线，我就知道我该读信了。我的天，怎么想的？怎么想出来的？惊了！蛋总，我老公最近告诉我，他婚前欠款30多万，在这之前他是个无微不至的人。他结婚前坦诚不是父母亲生，并且告诉我他是长短腿。我结婚前什么呀？这都是。我结婚前问过他有没有网贷欠款，他说没有，我就没有查征信。知道大概1个月左右，我已经把13万的彩礼钱拿出来用了，一直没和他父母说一起解决，是因为我婆婆从我怀孕到坐月子到现在都对我很好，比我妈对我都好。我刚做完剖腹产手术，还给我擦身体，给我换尿袋、尿垫，总之吃喝拉撒无微不至。我怕他父母知道会太生气，气病，快60了，而且他父母也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不是亲生的了。蛋总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，我该怎么办？这还能怎么办？什么叫不是亲生的？就养子嘛。什么怎么办？我都怀疑不止30个，姐妹儿，你好好查查吧啊！我都怀疑不止30个，这兄弟城府很深，姐妹儿，你这个老公城府很深啊，你小心吧。你好好查查吧，套路太明显，等于说是，你看他是吧？这个撒谎最怕一半真一半假，然后给你先说点真的，建立信任，然后后面给你藏个大雷，这种人，这是高手，城府很深的人。说上来一坦诚说我不是爸妈亲生的，你这同情心也有了，又觉得这孩子也不容易，也可怜，同情也有了，对他的信任也有了，觉得这种事儿啊，这刚还没结婚，先告诉我。哎呦，真是个好男人。孩子好了，孩子也生了，一切都尘埃落定了，给你个小惊喜是吧？欠30万，我还欠30万，忘告诉你了，嘿嘿，忘告诉你了，说是你好好查查吧啊，应该不止30。这个兄弟你小心吧，这个兄弟你好好再查查吧。我希望我是小人之心啊。感谢大家关注，不想上班啊，很正常，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现象。没事，说一说，还该上还得上啊。夜里想个千条路，早起还得磨豆腐。没辙啊，尽量爱上工作吧。反正你爱不爱都得工作，尽量还是爱上自己的工作。非常好吃，奶皮子没带出来啊，它大概长这样。它本来呢是一张，它是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奶皮子是咋回事呢？它是一大锅牛奶，你们平时喝牛奶放凉了，上面不有一层薄薄的奶皮子吗？那就是奶皮子，也叫醍醐灌顶那个醍醐，就那玩意儿，梵文吧应该是。他们可能那边有人讲究，就是拿那个牛奶上面这一层抹头很尊贵嘛，就说有这个醍醐灌顶就流传下来了，应该是梵文，佛教估计是一起传进来的。好，扯远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奶皮子怎么做呢？一大锅奶，你就不是把它自然放凉，你是边煮的时候边拿勺这么弄，它就有气泡。这个奶皮子再静置，放凉之后，这奶皮子就可以变得很厚。所以奶皮子的原样是啥样的呢？原样就是一大张圆的嘛，不是？你就把它拎起来的时候，它就是变成了一个半圆形，对折成一个半圆形。然后我们卖的嘛，你再给你对折一下，就变成一个4层，然后一个角吧，一个角，一个扇形，非常美味，直接吃就行。就像腐竹，对，就像腐竹，1/4圆，奶香腐竹，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吧？就跟腐竹是一种东西，就是那种东西，油脂啊，不吃圆的。好的，对不起，那你就别那啥。你可以买那个奶盒子，它是切了的，但是你这不吃圆的是为啥？这是什么讲究？我就听说过有人说不吃2只脚的，有人是不吃有眼睛的，我头一回听说不吃圆的，这是什么讲究？呼兰要开始巡演了，哇天哪！就是你在你们的心中，就是我跟呼兰已经不熟成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就是我跟呼兰已经这么不熟了吗？就是呼兰要巡演这个消息，我居然需要直播的时候，你们通知我吗？朋友，这位热心肠的朋友，谢谢你告诉我。但是你是怎么想的呢？你是怎么理解的这件事儿？谢谢你，这位热心的朋友。我只是不整脱口秀了啊，脱口秀演员我还是经常整的，我还是很喜欢整他们的，我只是不爱整脱口秀了。感谢大家。但你好，我跟老公结婚5年了，他各方面都挺好，对我对孩子都很好，就是很无趣，很抠。
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对自己抠，后来发现他对谁都抠啊。对自己那不叫抠，对自己抠叫节省啊。对别人不爱花钱才叫抠门，这是两个概念啊。再后来，我们经常因为价值观不同吵架，有时候感觉到窒息，还有他的无聊。但是除了这些，其他都很好，我很纠结，那到底是哪好呢？有时候觉得我们思想不在一起太累了，其他时候真像搭伙过日子的感觉，我真的很不爽。上次过生日给我买了不超过39块钱的项链，这确实是蛮抠的哈。就是项链这个单品，咱要不就别送，是吧？你39块钱你买点牛肉干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送一条39块钱的项链呢？咱们这个单品，咱们非得挑这个单品这么低的价格吗？我很生气，生气的是我在他心里就值这么点钱吗？我很伤心，到底问题出在哪？你好好跟他聊呗，你要是真的这兄弟如果是别的方面都挺好，你好好跟他唠唠呗。啥情况啊？你俩都结婚5年了，钱不在一起花吗？啥意思呀？还是说其实钱都交给你了，他没啥钱啊，姐们？啥意思呀？39块钱的项链，这是有点离谱了啊！啥意思？没懂啊！而且你俩结婚5年不应该是结婚5年钱没放一起吗？我没懂啊！夫妻俩不是应该钱在一起吗？没懂啊！好好聊聊嘛，好好聊一聊啊，好好聊一聊。然后他如果只是抠，人什么都挺好，你喜欢啥你自己给自己买不就行了吗？如果钱都在一起，然后他只是抠，然后你觉得其他方面都挺好，你就跟他说亲爱的老公，我知道花钱令你痛苦，花钱让你难受，花钱让你找不到自己，让自己忘了自己是谁。老公，我理解了，把钱给我，我替你花，我自己给自己花，这样行不行？看看能不能解决。非得让他花吗？你花不就完了吗？我没懂啊，我有点没懂，自己买不就行了吗？没懂啊，啥意思呀？你俩钱不在一起，没太懂。但请问怎么看待路上要微信的男生？怎么看待？怎么要的？关键是啊，看看有没有礼貌。我看看啊，近2年来要我微信的我都拒绝了。哎呦，好奇了，头像放大看一眼，啥意思啊？经常能碰上吗？啊，姐妹儿，啥意思？经常能碰上？头像是卡通的，没懂，啥意思啊？这玩意儿还能经常能碰上？我确实没体验过，经常路上有人要微信啊！我的妈呀，这玩意儿能经常碰上吗？这姐们儿直接给我来一句，这2年来要的我都拒绝了，我的天呐，是吧？昨天走在路上又遇到一个来要微信的，我始终认为一段好的关系是双向奔赴的，所以我就都拒绝了。以下是我们的对话，说美女认识一下可以吗？不了，谢谢，交个朋友吧。你经常要这是一段对话，交个朋友吧。你经常要女生的微信吗？这是我第一次。因为我刚刚也犹豫了很久才冲上来。你寻找下一个目标吧，你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交个朋友也行。男的这么聊天是有点讨厌了，啥意思？你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什么呀？这个男生穷追不舍了一段路，直到我走到了地铁口，他要不到微信就放弃了，这已经有点不合理了吧？追着走啊，行，死皮赖脸是可以的。假设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，我很明确我们是不会做伴侣的。至于朋友，但你觉得有必要认识后发展成朋友吗？还是不做朋友放在列表里，或者是一直拒绝，保护好自己的磁场？没懂啊，姐们儿，是心动了吗？你这有啥？你看不上他你就拒绝呗，你看着顺眼你就加，这玩意儿不就是顺不顺眼吗？你看他顺眼你就加，你看他不顺眼说话讨人厌你就不加，这有啥好问的呀？啊，这有啥好问的？没啥好问的啊！你看他顺眼你就加，你看他没意思你就拒绝，这没啥啊。都行，然后注意安全，保护好自己，完事儿了。我太爱我老公了，怎么办？不是这究竟有什么困扰呢？这太爱我老公了，这不挺好吗？你老公爱不爱你啊？你老公也爱你，不就挺好吗？相亲相爱不是应该的吗？这还要怎么办？这有什么好怎么办呢？我的天，不好事吗？啊，就是今时今日爱老公的不多了啊！开玩笑，我就说我们小卖部而已啊。这个是吧？有一个很心爱的老公，珍惜吧，不挺好的吗？关键看他爱不爱你，两人相亲相爱的挺好的嘛。感谢大家支持。但我跟 S 是在朋友婚礼上认识的，我就很好奇，你们这个给对方起代号的时候直接来个 S 这种是啥意思？就 AB 不得了吗？我跟 S 是在朋友婚礼上认识的，准确的说是我先在朋友的婚礼上注意到了他，后面在朋友的酒馆才彼此认识。那天在酒馆加了微信，后几天他约我出去吃东西喝酒，我都以加班为理由拒绝了。之后他回老家说要给我带点特产，我没放心上。第2天他真把东西带回来了，我就把我单位地址发给他。他把东西拿给我后，要赶路回去上班，因为单位比较远，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。我已经上楼去了，我说给他打个车，他说不用。晚上下班，他说还没回去，就约我出去再去朋友那个酒馆坐一坐。那天我们就喝到了凌晨。
没有休息，喝酒的时候他很照顾我，我就有点上头。本来第2天他要回去上班的，我给他留下来了。那天就是扭脆脆了。他说他会娶我，我回他看你表现。之后他回去他的城市上班，我也换了一个城市工作。他跟我说就在原单位待着吧，我没听他，他也给我转个车费，我也没领。然后断断续续的聊天，我有时候给他发信息，隔2个小时回，他给我开视频，我也没及时接，就这样断断续续1个月左右。突然有天去玩，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叫 Y 的人，说 Y 工作、家庭、人品都还不错。就这样 Y 告诉他家里亲戚朋友，说我俩挺合适的。我当时有点赌气 S， 感觉 S 不真诚。就这样在 S 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跟 Y 订婚了，结婚了。在之后跟 Y 结婚了，因为也是异地， Y 说我不跟他沟通。确实他准备过很多惊喜，花件、花戒指、项链、口红，我生日他也都记得，但我始终抵触跟他接触。就这样，这段婚姻不到半年就结束了。离婚后1个多月，我一直纠结要不要再联系 S 见一面。一方面不想留遗憾，一方面又没勇气面对。跪求蛋哥给我出主意，快请起啊！快请起！咱们结婚这么方便吗？这结个婚离婚感觉很顺手的事儿，吃顿饭你就结个婚，跟过家家似的啊！这么顺便吗？说我去拿个外卖啊，说我出去拿个外卖，顺便把证给了。哇，姐们，你还跪求我出主意？你快请起啊！你还没有勇气面对，我觉得你太有勇气了。你这么洒脱的人，你不应该没有勇气面对任何事儿。姐们，你还问我啊？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觉得你太潇洒了。你想干啥干啥吧。你是会被困扰的人吗？看不出来，我感觉你是杀伐果断的人呢，姐妹儿，想干啥干啥吧啊！不用问我，快请起，太潇洒了，结个婚真跟玩似的。天哪！我的朋友，我的微信好友看我直播，直接给我发个条微信，说我也要投稿。我最近处于知3当3的过程中，跟那个女生是3月份坐火车认识的，一直没聊，然后7月份分手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就跟这个火车上的女孩暧昧起来了。然后呢，她说她在谈恋爱，不想分手，但是也很喜欢我。然后我就进入了这种状态，知3当3。她男友经常异地出差，1个月回来几天。一开始我还能接受这个状态，现在我越来越喜欢他了。我想逼他分手，但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要这样做。其实这样也蛮好，怎么办啊？朋友，认真的吗你？咱们相处，我需要知道你这么多隐私吗？咱们要不我就当没看过，你撤回吧，行不行？你注意安全吧，别整了，多吓人呐！你还是好好劝他分手吧，真的。完了，这个没分手就少接触、少联络、少见面，别见面了，就等人家分手了，你俩好好谈不行吗？啊，咱们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要整这一出了，好不好？你还没喝上吗？我怎么记忆中你已经跟他喝上了呢？啊，我来组织组织，我想想办法。我这些朋友都太离谱了，嘎给我来了条微信说想跟张宇喝酒，哈哈哈。我今天看一条那个好东西的影评，给我笑死了。说张宇在好东西中扮演安宇，哎呦妈！你们要是都认识，就张宇你也认识，安宇你也认识，你就会觉得这个特别好笑。你要不认识，你就不知道笑点在哪儿，真的特别好笑。这没法解释啊，一解释就不好笑了，太幽默了。等人再多点，有一些好东西来信给大家念念，太好笑了。但牡丹至32岁，从来没着急找对象，直到我妈加个相亲群，天天给我推一堆歪瓜裂枣。我就决定我得自己动手了，于是在小红书上发个征友帖，有人找我聊，我也找别人聊。然后刚刚被警察叔叔打来个电话，说姑娘，网上征友能理解，但你今天接的那个电话是诈骗的。真的是一次上网征友换来终身自闭。问题是我并没有那么着急找对象啊，怎么剧情是这个走向呢？太可怜了。天哪！姐妹儿，你这样吧，你在吗？你点开这个头像加入群聊，加入我们粉丝团吧。我们这个粉丝团，我也不能拍着胸脯保证说这个，就保证没有骗子，但是有骗子的概率是很低的啊。这都是我们小卖部的忠实消费者。你要不把你那个征友帖，你在这个粉丝团给转一转，可能这个安全一点，命中率还大一点啊。反正咱都发小红书啊，是吧？你在吗？你把你那个征友帖也给我发一个，我给你念念。我们这在线这8000多人，快9000人，我给你念念，好不好？姐妹儿，我给你征一征，你在吗？你把你那个征友帖发给我，我给你念念。没事儿，你们给我投稿不一定非得是有问题，你们就是想好了就是要征友的，也可以啊。你写详细一点，你发给我，我给你念念，啊，我试着帮帮你，是吧？也可以。
但是别骗人啊，咱们那个征友帖你就别开玩笑了，你就认真的发给我，可以念一念啊，大大方方的，照片也可以啊，我给你展示啊，咱们就是在线，咱们就是这个小卖部在线相亲。马神婆，谢谢啊，这什么 ID？ 谢谢啊，什么呀？这个神婆朋友红书里头全是那个什么，全是情诗，我给你念一首啊，马神婆，你都发小红书了，应该不在意别人念吧？我给你念一个啊。马神婆，我浓烈的爱着你，用一种淡然的方式，因为我们确认相爱，才有勇气分离。这么猛吗？能听见的耐心通常不是耐心，耐心安静而绵长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，这个写挺好。有一些温柔是嘘寒问暖，有一些温柔是真口不一，这说的也挺好。就念这些吧。有一些 ID 特别奇怪的朋友，我就特喜欢点开他主页看看，我就觉得是什么样的人会叫自己马神婆呢？原来是一个喜欢写情诗的人。尖口，我又念错字了啊！我错了。尖口啊，尖口，缄默啊。好的，我没文化，对不起啊，我经常念错字，抱歉。尖口，感谢大家点关注。李毅把刚刚那个朋友的征友的那个小红书发给我了，他发小红书应该就是公开的，我可以念吧？算了，我还是征求一下意见。人家可能也没想在这么多人的，人家愿意念我才念。那他 ID 可以念吗？李毅，你问一下，我这光征得念 ID 呀，我这念一个匿名征友算怎么地呢？你问问他，他 ID 可以念吗？可以念，我给他念了，他说可以念 ，ID 也可以念。好的 ，ID 也可以念，确认啊，那我给念了啊。这位叫小红书 ID 叫做人之时，你说这 ID 也挺文艺啊，就是做人之时4个字的 ID 啊。他的征友是这么说的：征婚、征友、征搭子、征个老伴儿吧。一直没有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伴侣，因为生活给的命题太多，多到已经处理不来。具体的时间和转折事件也很模糊，大概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完成了留学梦想之后，也有可能是回国之后面对人生的岌岌可危的时候，并且这些危机都不是个人努力能克服的时候，忽然就觉得需要停下来了。自卑、怯懦、悲观，这些命题已经处理了。现在我可以好好和自己相处了，不带评判，没有轻视，我可以好好和生活相处了。姐妹儿，咱们这个征友写的这么文艺吗？这就是说，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征呢？先写个散文再征吗？姐妹儿，你干什么呢？就这征友都能招来骗子啊？这骗子也太用心了，姐妹儿，这骗子挺爱阅读啊，这先把散文读完再骗你啊。我可以好好和生活相处啊，日常养3盆花，悉心照料，接受他们的成长，也接受枯萎。什么时候开始征友啊？到底？我愿意去骑车了，没有那么多的害怕，日常在风中过眼，我享受做世界的过客。在能够进入生活本身和全然的自己相处之后，就是说咱们这个中文留在国外了吗？咱们这个留学生，这中文怎么了？你姐们儿，我发现似乎如果这样的生活有人一起是很好的。这什么语法？人生有很多意义追寻，在关系中也可以找到意义的存在，甚至可以说关系中的意义更接近本质。然后呢，一起骑车追风，一起照料植物，一起面对无常恐惧，还可以继续在日常中探索世界，在胆怯的时候给彼此勇气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给人生这场体验游戏加10。这怎么就加10了呢？这什么语言？这是？是的，我愿意把人生当作体验游戏。我讨厌听到如果不叉叉你就叉叉这样的话。没有哪件事可以让人生完蛋，除了病痛和死亡。是，很有道理啊，这话。对了。可以讨论哲学，比如劳动、工作和行动，可以讨不行了，我得跳一跳了，这怎么这么多呀？之所以他们值得讨论，是因为他们可以赋予日常更多元的视角。就都能招来骗子啊？是好有耐心的骗子啊，姐妹儿，这都能招来骗子啊？相当于我们可以借着别人的眼睛体验世界，多么有趣啊！但是我不喜欢把知识敬若神明，或者把知识的创作奉为偶像。知识属于日常，即便是看起来那么脱离现实的哲学，偶像很多时候让人失智。不就干什么呢？差不多就这些，怎么就差不多就这些？你说什么呢，姐们儿？外貌方面，我觉得我们各自干净整洁就好。经济方面，对，这会儿才来点，差不多就这些，才来点实的灰的。经济方面，我们各自都可以养活自己就可以。健康方面，把身体当回事就可以。毕竟体验人生的伴侣或者搭子还是能久一些最好。对了，希望对方也在北京工作，欢迎私信打扰。完了就招个骗子了，姐们儿，招来的骗子呀！欢迎大家啊！